Vector 61, runway 04, wind 310 at 11, gust 15, clear for takeoff. Lova 29, rounds are on target, fired for effect. Gun ready. Rounds away. 作为一款重型对地攻击武器，洛克希德 AC-130与常规的对地攻击机型有着很大的不同。首先，它是由 C-130运输机改造而来，通过添加重型武器以及配置火控系统等等，使之成为一架空中武器发射平台。常规的对地攻击机型，例如 A10，机身相对小巧，通常以快速俯冲的方式发动攻击，随后会迅速离开战场，以免遭遇防空火力的打击。AC-130的设计则完全不同，它庞大的体型很容易被肉眼察觉，而其攻击方式通常需要在目标上空盘旋。这种长期在空中停留的大型目标，很容易成为防空武器的标靶。那么 AC-130值可能在特定的领域发挥作用，也就是不对称战场和特种作战领域。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美国空军的 AC-130空中炮艇。AC-130系列于1966年首飞，1968年投入使用，迄今为止已经发展到第5代型号。比较新的型号为2012年投入使用的 AC-130W 毒刺2型，以及2017年投入使用的 AC-130J 幽灵骑士型。目前也仅有这2款型号正在使用。AC-130系列的 A、E、H 和 U 型已经于2019年全部退役。AC-130能够进行全天候作战，对恶劣环境的适应力也比较强。通常情况下，会在夜幕的掩护下发动攻击。AC-130的组员为8到9人，包括2名驾驶员、2名武器官以及3到4名炮手。AC-130通常会被美军派往防空力量较为薄弱的战区，用以提供近距离火力支援以及执行对地目标的攻击任务。目前，美国现役的 AC-130系列全部隶属于空军，主要用于执行特种作战任务。AC-130J 的武器系统包括一门105毫米口径 M102 榴弹炮，一门30毫米口径巨幅式链炮。机翼下方的挂点还可以挂载航空炸弹、地狱火空对地导弹以及格里芬精确制导弹药。AC-130J 配备的一门30毫米口径链炮为美国的巨幅2式，其射速在每分钟200发左右，采用30乘173毫米北约大口径弹药，可以发射穿甲燃烧弹、高爆燃烧弹以及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夜光弹，单发弹药的击中效果相当于一枚小型手雷，对步兵、轻装甲目标和普通建筑物具备较强的攻击力。AC-130J 的链炮位于机身的左侧，炮身配备有可移动的支架，允许炮口在一定角度内进行方位调整，便于瞄准目标，也无需令机身进行大幅度的姿态调整。AC-130J 的链炮拥有2条供弹链，每条供弹链中配备了不同种类的弹药，武器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2种弹药之间进行随意切换。AC-130J 配备的一门105毫米口径榴弹炮，该榴弹炮基于美国陆军使用的 M102 榴弹炮进行了一些改进，以便于在空中使用。这门105毫米口径榴弹炮是 AC-130最重要的重型火力单元，其最大射速约每分钟10发。
单枚炮弹的重量在22公斤左右，具备比较强的攻击效果。与链炮采用的自动供弹方式不同，榴弹炮依然采用人工装填的供弹方式。AC-130J 采用了4台英国罗罗公司出品的 AE2100D 3型涡轮螺旋桨发动机，单发功率在4700轴马力左右。AC-130J 的极速在每小时670公里左右，升限约12000米。在进入目标区域后 ，AC-130通常会将飞行高度保持在2100米左右。由于所有的武器单元都布置在机身的左侧，所以在发动攻击时，机身会以持续左转的姿态围绕目标区域进行盘旋。当加载武器发动攻击时，机身会受到武器单元后坐力的影响，尤其是发射105毫米口径榴弹炮时，当榴弹炮发射时，其产生的后坐力在6吨以上。如此巨大的后坐力会令飞机在空中产生明显的偏移。当链炮发射时，也会令机体产生持续的震动。AC-130J 拥有一套计算机控制系统，简称 MOB， 也就是任务控制平台。这套系统控制着所有机载武器，并通过各种摄像头和高精度传感器提供辅助信息。该系统通常由武器官操作，所有武器发射按钮都集成在操作平台之中。AC-130配备了一系列复杂的传感器，拥有高清监视系统、红外夜视系统，以及较为先进的导航系统，能够适应较为恶劣的天气环境，尤其擅长夜间作战。AC-130配备由合成孔径雷达，具备更强的地面目标识别能力。尽管如此，在发射过程中，还需要对相关的武器进行调整，以降低包括风速在内的环境因素对精度产生的影响。作为一款对地攻击武器 ，AC-130最初被应用于越南战场，随后 AC-130的武器单元以及航电系统不断得到升级，其任务定位也发展为以特种作战为核心，操作单位也逐渐仅限于特种部队。自问世以来 ，AC-130几乎参与了美国所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和秘密任务，其被广泛运用于伊拉克、索马里以及阿富汗，也参与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。AC-130针对地面、零星武装、轻型装甲目标和普通建筑物有着较强的攻击力，基本可以取得压倒性的优势。但是，随着小型防空武器的普及，使用 AC-130的风险性也越来越高，尤其在攻击状态下 ，AC-130的飞行高度会明显降低。无论是普通的高射炮，还是便携式防空导弹，都足以大概率将其击落。处于防御考虑 ，AC-130配备了薄条干扰系统、电子对抗系统、红外对抗系统、威胁告警系统等等。尽管如此 ，AC-130依然仅适合类似阿富汗之类的非对称战场。目前，所有现役 AC-130全部由美国空军使用，包括14架 AC-130W 以及数架 AC-130J， 未来还将有30余架 AC-130J 逐步投入使用。随着 AC-130J 的服役 ，AC-130W 也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。未来数年，美国计划拥有 AC-130J 的数量为37架，其单位成本高达1.65亿美元，几乎与一架 F-22的造价相当。美国空军特种作战司令部计划采用激光武器替换 AC-130现有的链炮系统，用于拦截来袭的导弹，也用于攻击各类轻型目标。此外，还计划为 AC-130配备小型无人机，用于超视距侦察和情报收集。AC-130的使用历史已经超过了50多年，其武器威力、航电性能以及防御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。但是，根据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 CSBA 的分析建议
AC-130巨大的机身、较低的飞行高度以及较慢的飞行速度，是其难以规避的3大致命缺陷，在未来的正面冲突中难以生存。未来可能会使用无人机或隐身攻击机型来替代目前 AC-130机型的角色定位。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更多精彩视频，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